为什么迪迦几乎不说话，以及迪迦超脱于传统光之国的概念究竟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些问题本质都可以归于一类，那就是迪迦主编剧小中千章本人全新的创作理念。首先，关于迪迦为什么在剧中基本没说过话，其实回忆起来，迪迦一共称得上说话的概念只有2次，一次是第39集《你好奥特曼》的日文版，这个版本迪迦对于桐野的帮助，在脑内做出了意念沟通。然而国语版没有翻译过来，这个其实还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第2次则是在生命永存中，奇杰拉被消灭之后，迪迦的意念给卢克父女表达了歉意。对不起，我不想把你们也一起害死。可以说这2次就是迪迦唯二的勉强称得上说话的时候，甚至严格来讲都是趋于意念的交流。那为什么要这么设定呢？其实用老生常谈的话来讲，就是神秘感。而且这种神秘感并非故弄玄虚，它是来源于编剧小中千章的一种理念。其实小中千章本身作为奥迷，是从奥特 Q 开始接触的奥特曼，而他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昭和一期，也就是奥特 Q 以及初代与赛文的风格。尤其是 Seven 呢，小中不止在一个场合表达自己对 Seven 的喜爱，对，其实他也是所谓的魔妻。但是这种喜爱和现在所谓的致敬不是一个概念，不同于现在是不是单纯把 Seven 的胶囊怪兽搬出来就算致敬。小钟喜欢的一直都是 Seven 中的那份在战斗结束亦或是战斗之前对于问题的严肃思考，这种启蒙让得他从小就想做出一种崭新时代的Seven Pro Max。但是当时间进行到昭和2期，也就是泰洛 S 时期的时候，小中千章却对这些奥特曼的一些设定单方面表达了不喜欢，而最让他不喜的其实就是类似于奥特兄弟以及奥特之父等过于去人化家庭化的设计。这种设定一直都被小中所念叨，主要是这种设计让他觉得奥特曼这个概念有点过于狭隘了，包括像奥特曼是来自 M78 星云宇宙人的设定，他认为这些过于具体以及拟人化的种种都让作品失去了大量的想象与创作空间当然了，这种不喜欢主要是小中千章作为创作者的角度表达的不同理念并不是像坊间传闻的那样小中讨厌昭和2期的奥特曼，并非如此事实上他曾后来不止一次表达过对这些作品的肯定，比如泰勒奥特曼中 Set 队轻松愉快的氛围就是他认为战队最好的塑造模式，总体比较轻松和谐。而他后来长大之后也感觉泰勒的一些剧情确实很适合孩子们看，个别神人集数不算以及 S 奥特曼中的亚波人与超兽的概念，更是他在该奥特曼中对破灭招来体定义的雏形，甚至和制片人吉田雅人直言想按照亚波人和超兽的感觉去塑造破灭招来体。这点在丸山浩老师对于第1集中哥布的设计中有提到，当初制片人吉田雅人给他的建议就是按照超兽的理念去设计怪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中千章对昭和系奥特曼的创作理念，简而言之就是君子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毕竟这点也是优秀创作者之间的默契了。那说到这就可以看出小中对以往的奥特曼设定显然是不会采用了。那么促使他创作出光之巨人迪迦的究竟是啥呢？那就是一部可以称之为现代太空科幻鼻祖级别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这部作品即便你没看过也可能会听过，出自导演库布里克超越时代的作品，结局主人公在高维度的世界穿行的场景震撼了当时的小中千章，那种类似于光与能量的已经超越实体的更高存在，这种生命形式深深的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之路。说实话，这种高维生命的设计别说放在距今已经有60多年了，上世纪60年代了，即便放在现在依旧称得上震撼人心，甚至说超前。可以想象当初看到这种作品的小中是什么感想，也是据他自己所言，这种抽象化的高维生命的理念使用到了迪迦这部作品中。不过遗憾的是，小中参与到迪迦已经是第3集的创作了，也就是恶魔的预言吉列洛的人那集，所以对于光之巨人初次登场的设计遗憾就在该奥特曼中补足了虽然我们的小中先生在访谈中始终青睐他的白月光迪迦，在迪迦奥特曼25周年正言录上更是直言，用他的话说，在迪迦中的首次创作就已经燃尽了，但实际上他在该奥特曼中的话语权才是最大的只能说白月光的杀伤力而明确了全新的光之力以及光之巨人的理念之后，我们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迪迦为什么不说话？其实可能有些观众已经反应过来了，因为这份光的力量是有相当的神秘属性的，即这份力量不对人类有明显的表态，而是在被赋予之人的经历中一步步被剧中的人包括大古去解析与揭开面纱，让观众和剧中之人一起去思索迪迦奥特曼究竟是什么，这样孩子们也会更容易去接受以及思考。在摒弃了奥特曼是具体宇宙人的设定之后，显然这种创作空间将前所未有的宽广，通过与迪迦奥特曼一同经历与所见所闻去慢慢感受迪迦的真正意义。而小中也直言，这个过程保证迪迦的孤高与神秘是必须的，因为一旦可以说话，很多东西就会不自觉的脱离严肃化甚至过于儿戏，而且也破坏了这种探索与思考的氛围。因此在第3集恶魔的预言期间就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是小中千章花了1晚上的时间直接创作出了这篇故事，而剧本中是没有迪迦说话的剧情的。然而当村石弘实导演告诉小中千章想让迪迦奥特曼说话之时，小中一听，那你
我就来个跑亚波老车。直接光速飞奔到片场，和村石公司导演拍起了桌子，脸红脖子粗啊，直言坚决大妹。虽然村石导演说迪迦不说话的话，很多事情不太好表达呀，但是小钟坚定的认为迪迦绝对不应该说话，或者说最理性来讲，也不能在第3集就开始有语言沟通。于是，在小钟如此的坚持下，村石公司导演也就顺从了。不过后来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吉列洛的人的慷慨激昂，迪迦即便没有说话，但那张脸上反而有被观众读出来的多种情感，或震惊，或无措。不说话反而给予了我们更多的遐想，而且就此以后，小钟与村石的关系反而越发的好了。总有种吉冈局长与总监的即视感。果然，优秀的人之间适当的火花与摩擦反而能增进感情啊。而到这里，其实对于迪迦光之巨人的身份以及全剧唯二的意念说话也有了答案了。事实上，包括没有 M78 的设定也是如此，完全独立的世界观和光之巨人本身更能引导观众去思考，也避免了大家会因为没看其他的作品，或者说用之前的世界观先入为主的思考可能的故事走向。总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能用一种全新的心态与视角去欣赏迪迦这部真正新时代的奥特曼。当然了，还是那句话，一个系列的作品是不断传承与创新的，我们也不能踩一捧一啊，饮水要思源。就像我上面说的，即便是天才的小钟老师也是不止一次表达了对昭和奥前辈的多种设定的喜爱与肯定，尤其是 Seven。但是相比于 Seven 中很多较为黑暗的那一面，小钟还是选择这种人文思考，秉承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尤其是在世纪末附近的节点，更要有一种开拓进取的精神。因此我们会在迪迦中看到很多相当深刻的反思与人文关怀，这一切都算是一种传承与创新了。而最终小钟与我们也得出了那个全新的终极诠释，即迪迦奥特曼既是光也是人，只要人心所向，人人都是光之继承者。点赞关注，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奥特幕后知识，我们下期再见喽。